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当现实与理想生活相差甚远时，您是否感到困惑和沮丧？每天都被接踵而至的事情所困扰，您感到非常疲惫，明天又将是忙碌的一天，每天都没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感觉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生活中堆积如山的琐事，让您的心情和生活都变得杂乱无章，忙得不可开交，却没有内心的满足感。焦虑和消极的思维不断循环，让您感觉不到快乐。您只顾着做应该做的事情，却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如果您正处于这种困境中，您是否希望能够过上更简单的生活？也许您可能尝试过各种方法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但却没有取得好的效果。这本书将教您通过写下自己的念头来整理头脑和心灵，过上更简单的人生。通过持续进行自我对话，您可以在内心找到真正的觉悟。您需要探索自己的幸福标准，满足自己的生活、人际关系和人生方向。您不能在外部找到这些答案，只有通过内心的探索，了解自己的内在状态、喜好、特质和直觉，提高自我认知能力。通过持续书写，您可以逐渐看清自己在生活中所需要的和不需要的，整理心灵生活变得简单，行为习惯和思考习惯也会发生惊人的变化。这本书揭示了书写中隐藏的力量，它可以唤醒真正的自我，改变人生。我相信你会立刻想要尝试并实践这种力量，让它改变您的生活。本次我将解释习惯化顾问古川武士先生的著作《书写冥想》一书。作者从习惯化的角度一直探索如何改变人生，如何过上真正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作者发现，通过简单的习惯书写的效果已经得到了学术研究的证实，例如抑制焦虑和压力、解决问题等。通过书写，我们可以捕捉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在具体讲解我们应该如何书写之前，我想先以一个小学教师 A 女士的真实故事作为例子进行介绍。A 女士担任小学教师已有15年的时间。7年前，她面临着繁忙的工作，与校长和同事的关系压力达到了极限。由于这些压力，她的生活开始变得杂乱无章，体重增加，自我形象下降，身体健康也开始受到影响。尽管如此，她依然忙碌地工作着，但却没有充实感。她的日子充满了焦虑痛苦。当时的 A 女士感到自己内心空虚，生活节奏紊乱，对人生感到困顿。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整理心灵变得极为困难。因此，通过今天要介绍的情感日记这种方法，她开始每天持续进行书写。关于这种情感日记的具体内容，我稍后会详细解释。通过这种方法，她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情感上，按照自己的感受冥想地将当天发生的事情和感受写下来。每天花费的时间只有15分钟。通过书写，她开始审视自己，进行内心的自我对话，找到真正的自我。正是通过书写这种冥想的方式， A 女士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状态。现在 A 女士拥有了新的使命感，激发了自己的工作热情，继续担任小学音乐教师的工作，并且成功地以一个唱片公司签约的音乐人的身份发行了唱片。目前，她积极地举办个人音乐会。通过持续进行书写，她逐渐了解了自己真正的愿望，并朝着这个方向行动，过上了充实而丰富的每一天。通过书写，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自己的内心，找到真正想要的东西。这种书写冥想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不断地进行自我对话，逐渐看清内心的真相。在今天的介绍中，我将着重解释我认为最重要的几点。本次介绍的视频内容如下：第一是情感日记改变人生；第二是情感日记的实践方法；第三是书写冥想的实例。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得启发，并对这本书产生兴趣，进一步了解其中的内容。书写冥想为 A 女士创造了改变人生的契机，当然，并不是立即就能实现这样的变化。A 女士开始书写的第1年，她的心灵开始变得放松和稳定。第3年，她能够专注于理想的工作和活动。第5年，她创造了戏剧性的成功机会。听到这个故事，有些人可能会感到有些失望。
认为这需要太长的时间。然而，人们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要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首先需要意识到自己真正追求的是什么。在每天被忙碌所困扰、没有心灵宽裕的日子中，是无法找到答案的。然而，通过每天写下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定期回顾和整理这些日志，我们可以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内心。通过持续的自我对话，我们可以形成相应的行动。我们的心灵、生活和人生会逐渐发生变化，即使是微小的步伐，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复利效应。1年、3年、5年的积累会带来变化，而这些变化的基础正是本书介绍的各种情感充电器。通过持续进行情感日记，我们可以唤醒内在的变化力量。通过持续书写，首先会让心灵变得整洁。通过冥想式的书写，您能够净化自己每天感受到的负面情绪，减少它们的存在。与此同时，你也能够感受到对微小事物的感激、关怀、联系、成就感、觉察、学习和成长等正面情绪，从而获得心灵的满足，现实会越来越清晰。您的行动会随之改变，小的改善会不断积累，心灵的满足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接下来的第二个效果是生活的整理。如果您每天都被熬夜、早晨的匆忙和日常琐事所困扰，没有把握住每天的节奏，陷入恶性循环的习惯中，生活最终会陷入混乱。特别是由于时间不足或精神上的压力不足而导致无法做任何事情的情况，往往是因为不断增加的任务导致的。这种情况会导致自我厌恶和缺乏成就感，进而导致心灵的混乱和失去满足感。通过回顾、书写、冥想中的内容，将重要的事情和不必要的事情放在轴心上，您的生活将得到修正和整理。这就是书写冥想的第三个效果，让人生变得整齐。即使您整理了生活并使其变得简单，但内在的心灵和外在的现实不一致，您可能会感到困惑，无法获得人生的充实感。在这种情况下，您需要从自己心灵的深处寻找真正的平静目标，找到自己内心真正追求的答案。这需要通过书写冥想进行自我对话，自然而然地找到答案。通过持续书写，你会发现自己会教导您。这就是作者所说的。那么，大家对书写冥想产生了兴趣吗？接下来，我将讲解情感日记的具体步骤。情感充电器的具体步骤分为以下3个阶段。第一步，书写冥想，每天花15分钟的时间进行书写冥想，将注意力集中在当前感受的负面和正面情绪上，按照自己的感受写下来，从这些记录中找到自己的真实性和简单生活的准则，了解自己心灵的习惯。通过书写，您可以控制压力和激励自己。第二步，书写整理，每月花时间客观地整理和回顾书写冥想的记录，通过观察记录中的模式，找到其中的价值观和真相，获得深刻的领悟。这个阶段的目标是从内心深处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并整理生活。第三步，书写习惯化，通过持续的自我对话和行动，从深层的觉悟中获得更多的豁达感。为了持续增加丰富感，持续进行自我对话和行动，相互影响并循环往复非常重要，与情感的关系将一直持续下去。情感日记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持续的自我对话，过上真正自己的简单的生活。通过整理混乱的生活，建立良好的生活节奏，改变自己。只要活着，与情感的关系将一直持续下去。情感日记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持续的自我对话，过上真正自己的简单的生活。如果你想整理混乱的生活，过上有规律的生活节奏，改变自己，只需书写即可。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开始的方法，您可以尝试1周看看是否适合您。希望这些解释能够帮助您更好地理解情感日记的具体步骤。接下来的第2部分是关于如何实践情感日记。首先，让我们详细讨论一下书写的内容和书写的时间。我将介绍一个推荐模型，但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个性化调整。首先是关于什么时候进行书写冥想以获得最佳效果。我建议将其作为1天的开始仪式。
在早上进行，但并不是说非得在早上才能有效，晚上也是可以的。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为了防止因为时间不足而导致放弃，建议在书写冥想期间使用倒计时器，集中精力进行书写。接下来是关于书写冥想时应该写些什么，这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书写冥想中，您将写下一天中降低您心理能量的事件及放电日志，以及提升您心理能量的事件及充电日志。此外，您还将写下与每个事件相关的自我对话，共计4个方面。首先写下降低您心理能量的事件，如焦虑、矛盾、自我厌恶、自卑感等，尽可能详尽地记录下来。接下来写下提升您心理能量的事件，如感激、喜悦、成就感、觉察、学习等，同样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来。最后，对于每个事件写下与之相关的自我对话。这就是书写冥想的具体步骤。希望这些解释能够帮助您更好地理解。接下来是第2个阶段，放电自我对话，问自己现在最讨厌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并写下来。不要用头脑思考，从一个写下的想法开始，让心灵中的各种低语涌现出来，一直写下去。然后是第3个阶段，充电日志，写下当天提升您心理能量的事情，如感激、喜悦、成长等。写下当天工作中提升您心理能量的事情，无论是多么微小的事情，都可以写下来。最后是第4个阶段，充电自我对话，问自己现在最好的感受是什么，并写下来。通过充满充电情感的书写，可以以积极的心情结束。请务必在进行书写冥想时，遵循这个放电日志、充电日志和相应的自我对话的4个方面。接下来，我将解释书写冥想的具体步骤，共有5个步骤。第1步，开始冥想，提高集中力，只需1分钟即可。第2步，进行放电日志，写下导致负面情绪的因素或当前最讨厌或最痛苦的事情，将注意力放在工作、家庭和日常生活上，写下大约5个因素作为参考。第3步，充电日志，写下提升心理能量的事情，写下当天工作中提升您心理能量的事情，无论是多么微小的事情，都可以写下来。最后是第4步，充电自我对话，写下您现在最好的感受是什么。通过充满充电情感的书写，可以以积极的心情结束。希望这些解释能够帮助您更好地理解书写冥想的步骤。请务必尝试按照这些步骤进行书写冥想，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个性化调整。接下来，作为下一个步骤，您可以尝试每月进行书写整理。通过回顾记录并整理内容，您可以增进自我洞察，找到自己追求的是什么，找到对自己而言重要的事情，探索自己的回答，这样可以明确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方向。整理心灵与整理物品有共同之处。首先，您可能认为自己知道自己拥有什么，但只有当您把它们全部拿出来时，才能真正了解物品的数量。通过把它们全部拿出来，您可以直观地了解到物品的数量以及其中的浪费之处。同样，当您头脑中充满了要做的事情或问题，不知道如何整理时，将它们全部写下来，然后再考虑，您就能够了解实际情况。在把它们全部写下来后，根据需要和不需要进行分类整理。在整理时，一个重要的要点是根据情感标准进行选择和决策，这在物品整理和心灵整理中都适用。当然，日常工作和人际交往等方面也受到公司和家庭的限制。情感标准并不能让您完全自由选择一切。然而，我还是建议您有意识地考虑情感标准，因为许多人在工作和集体环境中，往往会将自己放在后面，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对自己来说什么是丰富和幸福的。想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工作方式，想要和谁结婚，想要与什么样的人共度时光，想要如何利用时间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更多地根据自己的情感标准来明确判断。通过根据情感标准进行分类整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必要的。即使不能立即自由地改变一切，我们也能够明确自己在人生中重要的事情，明确对自己来说重要的东西，
首先，让我们明确自己对时间的需求和重要性。只有当我们明确知道重要和必要的时间时，我们才能够努力将时间压缩。一旦我们明确了对自己来说重要和必要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放下放弃的事情，决定放下，逐渐简化我们的日程安排和目标，增加我们认为必要的事物，减少不必要的物品。通过持续进行这样的改变，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生活、时间、心灵和人生变得更好。幸福是因人而异的，有人认为目标的实现就是幸福，有人注重和平与安心，希望平静的生活。重要的价值观因人而异，所以为了整理心灵，明确对自己来说重要的事情和不必要的事情是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接下来进入第3部分。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情感日记实践例子，以便更好地理解。我们以 B 女士为例，她是一位在制造业人事部门工作的职场母亲，与丈夫和3岁的女儿一起生活。她希望摆脱混乱的日常生活，让生活变得更有秩序。以下是 B 女士在开始书写冥想之前所面临的情况和她内心的一部分。每天都感到焦虑、不安和愤怒。尽管工作时间缩短，但工作仍然忙碌，无法赶上。为了提升自己，他决定学习社会保险师的资格，但却无法找到学习的时间。他感到沮丧，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没有成长。其他同事升职并参与重要项目，而他却被落下了。他对工作的意义感到迷茫，不知道如何做得更好。他想知道自己到底想做什么。对自己来说，什么是有意义和有成就感的事情？在忙碌的育儿和日常工作中，她的负面情绪不断增加，她会向女儿和丈夫发泄愤怒。这是 B 女士在工作和家庭中所面临的情况，以及她内心中所发生的情绪。首先，她将整个情况俯瞰一下，然后开始记录放电日志、充电日志和相应的自我对话。以下是具体例子。放电日志的具体例子1：女儿突然从午睡中醒来，没有得到自己的时间。早晨，丈夫打碎了餐具，玻璃碎片飞溅。放电自我对话的具体例子1：我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希望有时间来学习。因为没有时间学习，所以感到焦虑。我对女儿也感到烦躁，因为没有时间学习，我感到不安，无法考虑自己的事情。充电日志的具体例子1：我希望有些属于自己的时间，希望有时间来学习。因为没有时间学习，我感到焦虑，无法考虑自己的事情。这些是 B 女士的具体例子，展示了放电日志、充电日志和相应的自我对话。通过总结她的记录，她发现了一些共同的模式。她意识到她在记录中更多地关注了育儿的困难和家庭中发生的事情，以及工作的压力等。她的不满和沮丧在记录中得到了体现。然而，她也意识到，只要她能够腾出一些独处的时间，她就能够学习，并且发现学习对她来说是一种活力的源泉。通过记录和明确现状，她开始明确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并做出了一些决定和行动。她决定每天早上4点起床，留出2个小时来学习。她不是减少睡眠时间，而是减少看电视和浪费时间，早点与孩子一起睡觉。此外，她还与丈夫商量了家务分工的问题，明确了她能够分担多少家务。随后 ，B 女士成功地安排了每天的学习时间，她感到的烦躁和困惑明显减少。她朝着目标稳步前进。希望这个例子能帮助您更好地理解，无论是像 B 女士一样的例子，还是像音乐老师、兼职歌手的冒险家一样，整理自己的心灵，创造理想的心灵生活和人生。书写都是非常有效且简单的习惯。从记录自己的现状和感受开始，了解真正的自己的感受和深层愿望，然后根据这些行动，您可以拥有充实的人生。所以，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尝试书写，将自己的心灵整理出来，创造理想的心灵生活和人生呢？希望这个例子能够激发您的兴趣，您可以更好地理解情感日记的实践过程。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